台湾除了正在建造潜艇以外，现在公开表示准备建造航母了。台湾海军近日公布了准备建造的2栖直升机船坞登陆舰的设计方案，排水量2.2万吨，飞行甲板至少可同时停放6架大型直升机，而且还是全通式甲板。除了对外公布的名称是2栖船坞登陆舰以外，这个设计方案其实就是真正的直升机航母。未来又是否会配备垂直起降战机？我们一起关注这个消息。台透露，未来将计划打造具有水平甲板，俗称台版小型航空母舰的2栖攻击舰。据介绍，这款台版小型航空母舰上面搭载攻击直升机，底下还能载运气垫船。全球防卫杂志编辑声称，台版小型航空母舰类似于美国黄蜂级2栖攻击舰，让台湾在2栖作战上运用弹性更高，适合多重任务的特性是该舰的一个重点。台版小型航空母舰参照日本出云号，甚至像韩国独岛号，预估排水量超过2万吨，设计搭载攻击直升机。航母一直都是海军强国的标志性武器，就连一直想称霸印度洋的印度都有2艘航母。而巴基斯坦的一名武官却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曝光了他口中的巴基斯坦航母计划，认为巴基斯坦将会在2040年左右获得一艘航母。巴基斯坦海军的规模和实力都很有限，似乎跟航母压根没有关系。那么巴基斯坦的航母从何而来，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来简单看看印度航母的发展历史，大致也能知道巴基斯坦怎么应对。印度早期的航母都来自于英国，是英国退役的航母，吨位都不大，性能也都很一般，主要使用的就是耀式垂直型战斗机和各种各样的直升机。虽然印度宣称自己有着非常丰富的航母使用经验，但不得不说，这种航母使用经验聊胜于无。后来，印度的航母发展分成2个方向，第一就是和俄罗斯合作，将老旧的航母改成了滑跃甲板航母；第二种则是自行建造4万吨级的中小型航母。2种航母都是目前在役的航母当中性能级别最低的，本身使用的米格 29K 舰载机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不过，印度目前有不少国产舰载机研制计划，也有可能从美国或者法国引进先进的舰载机。印度一旦使用了先进的舰载机，那么这几艘航母的战斗力还是相当不错的，称霸印度洋问题还真不大。从目前巴基斯坦海军的规模来看，相比于印度，它更多的是防御和自卫。以巴基斯坦海军的现状来分析，航母是完全没有任何必要购买或者建造的，反航母武器以及防空驱逐舰是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唯一对手就是印度，在印度风风火火地打造航母编队的时候，巴基斯坦自然也想用魔法打败魔法。首先，巴基斯坦也可以采购一些退役的航母进行改造，又或者是直接采购还有寿命的2手航母。来源主要有2个，第一就是欧洲部分国家，意大利、西班牙都有吨位不太大的航母。如果按巴基斯坦所说的2040年左右拥有航母，那么这些目前正在现役当中的航母有很多都已经到了要退役的时候。这些2万吨左右的轻型航母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完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所以这些国家有意出口并且不排斥巴基斯坦，那么可以说是巴基斯坦获得航母最为简单的方式。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重新建造。其实以巴基斯坦海军的定位来看，使用多用途的航母要比这种纯粹的航母更有意义。简单的例子就是类似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目前使用的所谓多用途航母，本质上就是一种可以使用垂直起降舰载机的2栖攻击舰，能够投放2栖作战部队和装甲车辆。不过目前巴基斯坦武官的这些话仅仅只能当作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理想，虽然还有至少18年的时间去圆这个梦，但不得不说，真要拥有类似于辽宁舰这种级别的中等吨位航母，那么巴基斯坦至少要继续购买几艘大吨位的驱逐舰进行护航，打造航母编队。但问题是，巴基斯坦的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实力，在未来能不能支撑这种级别的航母编队？巴基斯坦的海军具体要朝着什么方向去发展？这才是比是否购买航母更值得思考的问题。韩国是个有志于发展军事的国家，而且最近这几年的发展情况不错，不但有各种各样的新武器问世，还大批量出口到国外，着实让人羡慕。而在最近，韩国居然表示要打造国产航母，而且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使用垂直起降舰载机搭配小吨位的平直甲板航母，
或者直通甲板2栖攻击舰，而是货真价实的航母外加正常起降的舰载机。那么，韩国这个航母梦真的现实吗？航母虽然名为航母，但是航母最为关键的其实是舰载机。在舰载机方面，韩国还是有储备的，这就是前段时间成功首飞的 KF-21战斗机。韩国饶有兴致地将这架海军版的战斗机以美国命名方式称作 KF-21N， 也就是 KF-21战斗机的舰载版本。KF-21目前还是一架4代半战斗机，虽然具备一定的隐身外形，但整体上并没有过多考虑细节化的隐身设计，而且早期飞机依旧采用外挂武器的方案。所以和它比较类似的就是法国的阵风以及欧洲联合研制的台风战斗机。按照韩国的计划，这架战斗机会在后期使用雷达反射面积更小的全隐形设计，武器挂载方式也会变成弹舱类挂载。但是全隐身设计以及先进的内部弹舱对韩国来说是大难题，所以没有个10年甚至20年是难以真正实用化的。不过根据目前韩国公开的照片，韩国似乎更急于发展衍生版本的舰载机，因此并没有使用内部弹舱挂载武器。机翼下方依旧挂载欧中远程的空导弹以及大容量的副油箱，机腹下方甚至还挂载有导航攻击吊舱以及反舰或者对陆攻击导弹。这架海军版本的战斗机改的还是有模有样的，其翼间设计成了可以折叠的结构，并且折叠部分还挂载有近程空导弹。主起落架也进行了加强，而且前起落架使用的也是更为粗壮的双轮结构。韩国原本的计划是研制一种排水量在3万吨左右的轻型航母，也就是比冷战期间英国使用的无敌级航母稍微大上一些，而舰载机则是美国的 F-35B。这个选择其实和日本是比较类似的。韩国相比于日本的厉害之处在于更早的推进了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制计划，也就是 KF-21，而日本犹犹豫豫选择了联合研制的方式。有了合适的飞机，韩国便将原来的航母舰的进化变成了排水量为6万吨左右的中大型航母。这可不简单，6万吨航母的典型代表就是我国的辽宁舰，与之比较类似的还有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以及英国的女王级航母。韩国还真的想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在评论区表示，韩国的造船业是非常发达的，再加上韩国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只要稍微获得一些航母设计方面的资料，韩国就能独立建造航母。这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对韩国来说，建造6万吨级的航母难度是非常高的，比 KF-21N 舰载机要难得多。韩国当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便和英国进行合作。不过英国缺乏直通甲板航母的建造和使用经验，英国人一直发展的是滑跃甲板航母，其女王级航母依旧使用的是通过滑跃甲板放飞、垂直降落的方式使用 F-35。从这里倒也能看出来，韩国其实希望拥有一种类似于女王级那样的航母，也就是滑跃甲板中大型航母。韩国的航母建造计划虽然看起来雄心勃勃，但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一来，韩国缺乏航母的使用经验，研制舰载机也是第一次；第二，无论是舰载机还是航母，本身都要花费10几年甚至20几年的时间进行完善，最终完成建造，并且不易可能要推迟到2040年甚至更晚。说句逗大家一乐的笑话，20年之后，印度或许都有了自行设计建造6万吨级的航母，并且装上了隐身战斗机，人家目前已经可以像模像样的建造4万吨级滑跃航母，跟小国比起来也算是有点能耐了。不管怎么说，韩国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并且愿意付诸行动，起码要胜日本一筹。在海战中，航母较普通战舰看得更远，射程更长，火力更强大。航母对保卫国家有着重大影响，但是航母建造造价不菲，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建造。至于什么时候造出来，也还是个未知数。点点订阅，为您及时推送最新消息。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
A10雷电2是美国费尔柴德公司生产的一种单座双引擎攻击机，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接支援任务，包括攻击敌方战车、武装车辆、炮兵阵地及重要地面目标等。此外，也有一部分负责提供前进空中管制，导引其他攻击机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这些战机编号为 OA10， 其官方名称来自于二战时密接支援上有出色表现的 P-47雷电式战斗机。但相对于雷电这个名称而言，美军更常昵称其为油猪，或简称猪。美国陆军航空队于1947年正式自美国陆军分离成为美国空军，分家后的陆军仅能操作旋翼机与轻型定翼机，而空军成为独立军种后需要负责为陆军提供密接支援对地攻击任务。冷战时期，基于二战的大规模空袭敌方能源、运输及重要工业设施，成功打击德国及日本的经验，美国空军认为离前线愈远的目标对于战争的影响愈大，因而倾向深入后方打击敌方重要的资源及工业设施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强调战略轰炸及战术性核武的使用，大力发展类似 F-105等强调高空高速的战斗轰炸机。至于为前线陆军提供密接支援任务的角色，并不受美国空军重视。此时，空军大多以退入第二线的战斗机或者是多用途飞机执行这一类低重要性任务。另一方面，由于1950年代陆军在朝鲜战争时与空军合作的经验，以及海军陆战队拥有自己的空中武力支援地面作战的影响，陆军开始积极推动建立属于陆军指挥体系下的空中武力，包括设立自己的定翼机队提供火力支援。然而，反对意见认为，除了军种分离时陆军曾协议不建立自己的定翼机队，避免与空军出现角色重叠外，又以二战时的经验，认为最有效的空中武力运用应统一在空军的指挥体系下，反对陆军的构想。然而，陆军为了有效提升机动力与火力，仍在1960年代开始强化直升机的部署。从1961年到1965年，陆军的直升机数量成长到5000架。但无论是 UH-1 或后来专业战斗用直升机 AH-1， 在美国空军的评估中都不适合对抗装甲部队，顶多拿来对付携带机枪或火箭筒的软性目标。在越南战争的作战经验，陆军发现空军当时的战斗轰炸机在执行进阶支援时都存在很多弱点，包括 F-100、F-105、F-4 都有巡航速度过快、巡弋时间极短的问题。巡航速度过快导致飞行员在任务目标区上空停留时间极短，难以有效辨识目标。网论精准提供空中掩护，巡弋时间极短，则让陆军无法获得持续性火力攻势。对陆军来讲，最有效的空中掩护仍然是朝鲜战争前便服役的 A-1 天袭者式，但螺旋桨的 A-1 攻击机在当时已相当老旧，将要自美军退役。由于空军本身能够提供支援的机种日趋减少，且空军仍较重视执行核子武器投掷任务，使得陆军在1965年自行提出一款重型攻击直升机的研发合约。这个合约要求包括重武装、装甲、飞行速度超过360公里每小时的攻击直升机设计，并以此目标制成一架原型机 YAH-65夏安。陆军自行开发对地攻击机的举动，加上国防部希望建立专门打击苏联装甲部队的空中武力，于是空军提出 AX 计划，开发支援地面战的攻击机作为回应。此时，美国空军面对两项选择：将密接任务还给陆军，或者是另行发展专用机种。1966年，美国空军参谋长周恩·麦克康诺将军下令对于任务需求展开研究。同年8月的研究报告指出，当时空军无适当飞机能够满足陆军密接任务的需要，建议空军研发一种专门设计执行密接任务的机种。其中一计划此机性能上不能比螺旋桨动力的 A-1 攻击机低，而成本则需低于海军操作的 A-7 攻击机。至此，空军正式展开 AX 的设计与采购计划。1966年9月，美国空军正式展开攻击机试验计划，并且于1967年3月对21家公司发出需求与征求专案计划书，并同步进行如装甲的安排与位置、燃料和液压跟其他系统的布线与保护，以及何处需要多套备用系统等研究方案。在这个阶段，各公司研究的对象大多是类似堪培拉轰炸机大小、双涡轮螺旋桨引擎，重量约在4万到6万磅范围，生产成本每架约在150万美元的机型。1969年，将设计目标重量改为3万5千磅，
动力则改成是涡轮扇引擎，每架生产成本却要求降至100万美元。计划中改用涡轮扇引擎的原因包括引擎与机身的距离可以缩短，以及安装和维修比较简单，同时散发出的红外线讯号较低，噪音也较小。1970年 A10 的设计需求定案，引擎机型的选择留给参与的厂商自行决定，不过要求涡轮扇引擎的推力需要在7000到1万磅之间。其他的项目包含：一、装备30毫米口径的 JAU8 7管空用机炮；二、能携带9500磅武器装备，在指定地区巡逻2个小时下的作战半径为250英里；三、起飞距离需低于4000英尺；四、机动性高，足以在1000英尺云层高度以下运动自如；五、要求简化维修，以降低前线机场操作的难度；六、预计将部署600架飞机，故要求每架的采购成本为140万美元。在此同时，美国空军为 AX 计划需要的30毫米空用机炮额外开设独立标案，需求书中要求高射速、高初速，有6家公司提出概念原型。到1971年决定原型机时，由飞鸽福特与通用动力两者竞争机炮设计。除此之外，美国国防部决定采用先飞再买的新采购制度，试图利用竞争的方式压低成本和提高原型机的性能期望。需求案1970年5月下发给12家公司，其中波音、希斯纳飞行器公司、费尔柴德、通用动力、洛克希德与诺斯洛普公司等公司纷纷提出他们的设计方案。12月，空军宣布诺斯洛普公司和费尔柴德2家公司的设计案获选进入原型机设计与竞标阶段。1971年，美国空军将飞机的正式编号送交2家公司，诺斯洛普为 YA9， 费尔柴德为 YA10。第一次试飞，YA10 第一架原型机在1972年5月10号进行 ，YA9 则是在该月底进行。A10 采用直线翼设计，大面积的翼面配上大面积的副翼，翼展比机身长度大，所以具有展弦比。这种如同二战轰炸机的复古设计虽然不适合高度飞行，但低空低速时有优异的机动性。高展弦比也使 A10 可以在相当短的跑道上起飞及降落，并能在接近前线的未整备机场运作，因此可以在短时间内抵达战区。其滞空时间相当长，能够长时间盘旋于任务区域附近，并在300米以下的低空执行任务。执行任务时，其飞行速度一般都相对较低，仅为560千米每小时，以便发现、瞄准及攻击地面目标。因为飞得快，如战斗轰炸机，反而难以锁定面积较小或缓慢移动的地面目标。机身后段的背部引擎喷嘴所排出的废气在水平尾翼上方及2片垂直尾翼之间通过，因而减低了 A10 红外线特征，降低了被追热导弹锁定的机会。而引擎本位于主翼之后，主翼的遮挡减少了引擎被地面炮火击中的机会。机翼前缘以蜂巢式结构构成，以减轻重量，同时保有足够强度。蒙皮是以一整块物料以电脑控制机械加工而成，因此没有结合问题，也减省了加工时间及成本。实战证明，这设计较能抵受战损。这些蒙皮并不承受结构重量，因此损毁了也易于在前线更换。与其他飞机一样 ，A10 的副翼置于近翼间的部位，但比一般设计增大50%面积，以使在低速之下仍然有较高的滚转速率。不同的是 ，A10 的副翼可以分成2片，以兼做减速板之用。为了提高低空低速性能，以利对付地面目标及存活性 ，A10 的机翼及引擎等设计牺牲了高速飞行能力。要在短时间内抵达战区，就得部署在临近前线、维护设备简陋的机场。所以 A10 的设计考量了可在最低的地面勤务需求下，可以进行加油、武器装载等作业。其起落架配置了低压轮胎，直而长的主翼让 A10 即使装载着沉重的负载下，也能在短小简陋的临时跑道或被破坏的机场起降。许多零件都可以左右互换使用，包括副翼、引擎、主起降架、可拆式尾翼组及垂直安定翼，使得在零件供应不足时仍尽可能提高出勤率。机身内有阶梯组件，飞行员不需要额外协助也能上下驾驶舱。为了让出位置给巨大的30毫米7管加特林机炮，前起落架位置靠右置，这使得在地面滑行时有右转的半径比左转小。由于 A10 的主要任务是进阶空中支援，需要近距离面对敌方地面防空火力的攻击，
而且 A10航速低，被击中的机会因而较大，因此高存活能力成设计重点。A10的设计异常强韧、坚固、耐用，内部具有高强度的机体结构，使其战场存活率非常高，能在战斗中承受不少严重的损伤。A10可以承受穿甲弹或23毫米高爆弹的直接攻击，而即使失去一个引擎、一只尾翼、一升降舵，其中一主翼断掉了一半， A10仍然可以继续飞行。A10的飞行控制系统有3重保障，包括2套液压系统及1套机械系统。当液压操控故障或部分机翼受损时，飞行员可以用手动复归控制系统。该系统只有基本的控制能力，但仍足以控制飞机飞回基地着陆。其运作是自动控制弓角及偏航，人手控制侧滚。由于是机械系统，操作时比液压系统要花的气力多不少。A10有4个自封式油箱，全置于机身中心，以减少被击中的机会。油箱是独立而互不相邻，内外都附有化学防火阻燃剂，可以防止油箱意外爆炸。引擎与供油系统及机身之间设有防火墙及灭火系统，而2引擎的位置相隔远，当其中一个引擎被击中起火，也不会容易波及余下的一个。驾驶舱及部分重要的飞控系统设备则由1200磅、厚度0.5到1.5寸的钛金属装甲保护，其装设是因应对着弹脚位置的研究结果而定出。此装甲箱被戏称为浴缸，能抵受23毫米弹药的扫射及较少数的57毫米弹药射击。为免飞行员被碎片所伤，钛装甲箱内露出向着飞行员的表面都盖上了多层尼龙，而驾驶舱盖也能抵受小口径武器的射击。A10预计将服役至2028年或更久，到时可能将会由无人机 MQ9 或被 F-35所取代。但不少声音认为，以 F-35的成本去做 A10的工作极其不合理。2012年，美国空军确定 F-35B 的产量并不足以用作取代 A10，在这替换期间仍进行许多升级作业，例如2005年所进行的 FCS、ECM 及精灵炸弹投掷系统的套件升级。据美国军队时报2019年8月报道称，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表示，其装备的173架 A10攻击机已完成换装新机翼的工作，预计换翼工作将使 A10攻击机能服役至2030年代末。接受改装的 A10约占美国空军282架 A10攻击机的61%。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